新婚夜，我突然看见一行弹幕：天塌了！女主怎么和路人甲成婚了？男主每天都在等她，女主嫁错人了，男主怎么办？等一下，错了！什么错了？你是不是江恒之？哼，我不是江恒之，我可以是江恒之的哥哥、弟弟，或是死对头。神经病啊！第二日醒来，江恒之早已装扮整齐，我扶着腰缓缓坐起。都说搞错了，他还是不依不饶。见我没动，他掏出药膏，上药。不需要。我慢吞吞的梳洗，他静静在旁等待。此刻的安静比昨天判若两人。等我收拾完，他将一堆东西推给了我。我惊奇一番，竟然全都是田气和地气。另一个盒子里还放着一些银票。我正想推拒，门外丫鬟就提醒该去敬茶了。路上，眼前又闪现出几条弹幕：白痴女主就这样跟着别人走了，我们的男主该伤心欲绝啦！还软着，要服吗？我脸色涨红，连连快走。给公婆敬完茶后，我心里总是不安。借着和婆母套近乎的功夫，我拿到了江恒之的婚书。打开的一瞬间，我的血液凝固。南方那一行写的名字是江恒之，此江非彼江。我哆哆嗦嗦地拿出自己的婚书，因为浸过江水，南方那些的名字早已模糊不清，但我很清楚，上面原本写的是江恒之。而此时，一个丫鬟冒着细汗进来报信：夫人，门口来了位姑娘，她说她叫魏青瓷。另一个魏青瓷来了。哼，想要冒充我的乖儿媳，也不来早一点。我儿子昨天都入洞房了，想骗人也不敢早。也许他不是冒充的呢。婆母看了看那位小姐拿出的婚书，又看了看我，嘴角抽了抽。这好巧，你们竟然同名同姓，男方的名字读音竟然也一样。圆圆，这是你的小名吧？这事儿怪伯母，女大18变，我一时间没有认出你来，都怪我没仔细看。圆圆呀，你看这事儿闹的。伯母，我有婚书，我才是江恒之名正言顺的妻子。至于这位，既然已经和恒之有实，那就纳为妾吧。我也不是不能容人的人。为妾？我捏了捏手指，冷下脸来，眼前又飘过弹幕。嘿，这个路人较大的脸！我们女主还有男主在等候，女主快跑！男主那么爱你，不会介意你的过去。我们女主绝不为妾。伯母叹了一口气，场面一时陷入了死寂。伯母，难道是不想认我这门婚事？也是，我家道中落，家中只剩下我一个孤女，被欺负也无处申冤。既然如此，我早就是圆圆，我江家怎会是背信弃义之人？只是昨天，伯母，既然这是一场误会，那还是化解了好。我和这位魏小姐口音似，身量相仿，不如就这样换过来。你真舍得离开？青瓷，这对你不公平，我们江家不能白占你便宜，这事儿还是得听恒之的意见。千万别继续纠缠下去，恐怕我最后也只会落得个做妾的下场。要是我愿意给人做妾，又何必辛苦逃到京城来？大夫说了，恒之的病情不宜大喜大悲，我们不能让他的病情反复，所以悄悄换人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江恒之言有疾，只要你们统一口径，换了人，他也不会知道。可你已经和恒之洞房了，你的亲事该怎么办？难道委屈的不是我吗？我的婚礼、洞房花烛都被别人占了。但我能怎么办？我也很无助啊。昨晚我明明都叫停了，是那个男人不肯啊。我将见面礼还了回去，起身去收拾包袱。远远的看见江恒之独坐在书房之中，此刻的他清静疏离，冷静深沉，怎么和晚上不太一样呢？不过这以后都不关我的事了。我本是柳州远近闻名的女大夫，因见不惯成王世子强抢民女，我暗中教了那女子几招防身，谁知她竟直接废了世子的命根子。世子得知是我教的损招，全程抓我，要逼我为妾，折磨致死。家中受不住逼迫，父母纷纷逃离柳州。临走前，让我立刻赶往京城投奔未婚夫，完婚避祸。好歹我那未来的公公是工部主事，到了天子脚下，总能庇护一二。可成王世子仍不罢休，这一路上对我进行了疯狂围堵。我是好不容易才来到了京城。刚到时，我孤身一人发着高热，虚弱的打听江家所在，结果路人给我指了江家，我强撑着，还没来得及敲门，就生生晕倒在江家门口。醒来时，婆母正慈爱地守在我床头，我怕弄错，特地拿出婚书给婆母，可由于我先前掉进过江里，字迹早已模糊，就这么阴差阳错地认错了亲。起初我还纳闷，江家人得知我是未婚妻上门，为何会如此热情，直到我见到了江恒之，才真正明白，他眼瞎耳聋，整日独坐书房一言不发，被一众大夫扎针放血，折腾的半死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原来是孤女配残疾，谁也不嫌弃谁。可江恒之却不认我这个未婚妻，不愿完婚，怕被江家赶走，便悄悄出手替他扎针改药方，直到他身体渐好，
耳力恢复后，他才松口同意成亲。如今既然知道弄错了人，我得赶快离开。我看江家无人在朝为官，只是一般人家，绝不能留下来给他们引祸。临走前，婆母往我包袱里塞了好几张银票。青瓷，以后常来走动。我抬头看了看江府的牌匾，抽了抽嘴角。这2个月，但凡我出门看一眼，也不至于闹出这种乌龙。于是我雇了辆马车，准备去往柳州。可谁知第2天，我又连滚带爬的回来了。没想到过了这么久，成王世子的人竟然还没放弃。刚进城门，就又有人找上了我。姑娘，请问是柳州来的魏小姐吗？我家少爷让我在这里等了好几天了。你家少爷叫生姜的姜，衡量的衡，知道的知。是，正是我家少爷。终于没错了。错了，江大江东去的江，衡，佩玉衡黄的衡，知，行之有度的知。青瓷，你不是出门替母亲抓药吗？如何跑到城门口来了？公子，你认错人了。我向小厮招招手，示意他快点走。可刚没走出几步路，却又看见了弹幕。女主，可千万不要回江家，成王世子的人正在江门口等你呢。娘子，别夹着声音说话，难听。我没有，我只是着凉了而已。相公，怎么是你一个人出来呢？街上这么危险，你怎么也不带几个下人？我眼瞎，但不是废人。魏姑娘，我们少爷还在等你。你认错人了！不可能，我们家少爷还拿了你的画像给我，我怎么会认错人呢？画像？江衡之怎么会有我的画像？确实是我，实话实说，画的还挺漂亮。这种当街拐人的骗术真是越来越高明了。附近有巡街的假释，只要我叫一声就会出来。相公，我还要去给婆婆抓药，你先回去，可千万不要乱跑。笑话，京城那么大，怎么就没有我容身之处了？我做贼似的躲在街边拐角处，没喘气口气，就突然听到惊呼声。闪开！发现了！快闪开！被那匹疯马撞那么一下，他会死的。我不知从哪来的力气，直接抱住了江衡之，挡在他身前。眼看马蹄就要落在我身上，江衡之一掌拍向疯马的马头，硬生生将马头拍得偏向一边。不知从哪冒出几个黑衣人，没2下便制服了疯马。我在江衡之怀里吓坏了，他却在我耳边轻笑：“娘子原来喜欢英雄救美，那晚上让娘子扮演英雄，或是疯马与马夫。娘子几日未见，可让为父想念的紧。”要命啊！我都不是他娘子了，还要被他占便宜。我从他怀里挣脱出来，捂着脸就跑。刚跑过转角，就和一个人撞在了一起，疼得我龇牙咧嘴。魏姑娘，我捂着鼻子看他，竟然是一个阳光帅气大男孩。比起江衡之的冷峻和疯癫，他格外俊朗阳光，朝气满满。见我看他，他的脸颊变得红润。青瓷，江衡之，这才我的官配啊！试问谁能拒绝得了一个羞涩清静的阳光少年郎？尤其他还是我的未婚夫。我感觉我的心开始砰砰的跳起来，手心也冒出了汗。糟了，是一见钟情的味道。青瓷，你在路上遇到什么事了吗？怎么现在才到？都怪江衡之。江少爷，其实我这次到京城主要是避祸的。我在柳得罪了成王世子，他要强迫我做妾，家里人才让我逃到京城来投奔你，但我又怕连累你。青瓷，你我早已有婚约在身，哪怕是成王世子，也别想强取豪夺。我今年就要下场参考考试，我一定能考取功名，然后风风光光迎娶你进门。我简直看呆了，这就是我的梦中情郎啊！可现在我配不上人家了呀！我眼眶湿润，悄悄伸出手碰了碰他的手，心想就算不能天长地久，那也可以悄悄拥有。青瓷，我带你回家。可我们没有走几步路，眼前又冒出弹幕。女主不要这样，就因为你这次不明不白的上门，被男主母亲不喜，在你们的婚事上多次阻挠，这才一头狗滚啊！我们才不要听！你们别忘记了，成王世子的人还在江家门口呢。衡之，你最近出门有没有发现家门口多了许多陌生人？我也发现了，难道是成王世王子的人？就是他的人。你马上就要考试了，不能节外生枝。我现在不能去你家。青瓷，我送你去我老师家住一段时间吧。老师？我老师3元及第时才14岁，经才绝韵，冠绝当世，连皇帝陛下都说他是文曲星转世100年难遇的奇才。你老师这么厉害？对啊，我老师才16岁就当上了大理寺少卿。那我会不会太过打搅？我觉得和这样的人住在一起会很有压力。不会的，
老师生病了，如果他的病好了，那他可能就……生老病死是人间常事。江伦之的老师应该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也到了该退休的时候。这早上还抱着我叫娘子的人，就是江恒之口中那个精彩绝艺的老师。我竟然睡过他的老师！佛平，遇到这种事，你要想的是如何解决成王，而不是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学生受教，只是学生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，还请老师教我。你跟我来。至于人，把人送到我的别院里去，我不习惯家里有多余的人。他是个瞎子，认不出我也正常。我被送到了江恒之的别院，风景很好，下人也不多。我让下人帮我买些药材，做了些药丸。我虽然不能出门看诊，但还能做一些常用的调养身体的药丸，送给一些帮助过我的人。江恒之很忙，除了送我来那日和我在一起待了几个时辰，每次来都是匆匆忙忙。我让江恒之把我弄出来的药丸带给江恒之，只要坚持吃一段时间的药，他身上的毒就能清除，也算是还了他的收留之恩。在别院住的第2个月，魏圆圆带着一群婢女闯了进来，我怕她误会，连忙解释：夫人，我只是借住在此，这是为了感谢江大人的收留之恩，我特地做的药丸，可治江大人的病。只要吃完这些药，江大人的眼睛应该能恢复一二。这可是我花了不少精力才做好的，他就一点都不想让江魂之早日恢复健康吗？我的夫君曾经是大理寺的少卿，请了多少太医都治不好他的眼睛，你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乡野丫头也敢说治他的病？夫人，如果你不喜欢我住在这里，我立即就可以离开，只希望夫人不要误会。你贱不贱啊？让你做妾你不肯，说的都好听，原来是想做个外室。魏青瓷，以后你不许叫魏青瓷，还和我用同一个名字，我给你改个名字，就叫魏兰。来人，带蓝姨娘回府。就这样拖着她走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这模样，这就是当人外室的模样。一开始见面时柔柔弱弱的女子，怎么就变成了这副恶毒的模样？谁是魏青瓷？哪里来的莽夫？我们夫人的闺名也是你能叫的？终于找到你了！放肆！我们夫人可是大理寺少卿江大人的夫人，你们敢对夫人无礼，就不怕我们大人把你们抓入大牢吗？这大人看着不像啊！你们找错人了，他也叫魏青瓷。两个魏青瓷，为了避免这次再抓错人，把这2个人统统都带走。我夫君可是大理寺少卿，我们正值新婚，他对我十分爱重。要是我掉了一根头发，我夫君定要你们好看。夫君救我！我与江寒之只不过是一场阴差阳错的露水姻缘，怎么开口都是错。更何况这些人是为了我而来，我不能牵连无故。夫君，他们竟然敢冒犯我，我要你将他们统统处死！江大人，我们是成王家仆，此次上京只为抓捕成王府中逃逸的奴仆，还请江大人方便一二。你们成王府好大的胆子，当街掳走我的夫人，是欺负我眼睛看不见，指鹿为马吗？实在是我们认错了人，这点赔偿还请大人收下。叫你一声江大人只不过是抬举，我们成王府抓个逃奴，莫说你现在只是个瞎子，就算你还是大理寺少卿，想阻挠我们成王府办事，也得掂量掂量。放你们走可以，我只要我的娘子安然无恙。夫君，他们冒犯了我，我要他们死！你们想和我成王府作对？我无意与成王府结怨，只要你们放了我夫人。夫君，我在这里啊！这里有2个女人，到底谁才是你真正的夫人？江大人可要看清楚了。不过你一个瞎子搞不清也很正常。主子吩咐，逃奴罪不可恕，我们抓到人后要立即将他弄死，大卸八块。江西少卿，可千万别认错人了。我和夫人经同床共枕，耳鬓厮磨，怎么可能认错？夫人，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我以后不会再惹你生气，你别离开我。江恒之，你个死瞎子，你看不到我在这里吗？我才是你的娘子，你认错人了。我眼睛是瞎，但我心没有瞎。江大人，既然如此，我们现在就立刻处置这个逃奴，你可不要后悔啊！要是江恒之救错了人，等他眼睛恢复后，大概会恨死我和江恒之的。他是江恒之的师傅，我不能让他和江恒之之间产生芥蒂。你别着急，我会救他的。就算是逃奴，你们也没有处死他的权利。这是在京城，你们主子真的没有把陛下放在眼里，在天子脚下就敢行凶。哼！
傻子，这样护着我，值得吗？还好我贴身藏着救命的药丸，这下他就不会有事了。奇怪，他身上原来的毒快被清干净了，眼睛很快就能复明了。也许等他眼睛好了之后，就不会再认错人了。可他身上怎么又有了其他的毒？看样子是最近才中的。涵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母亲，你怎可以深涉险？你若是出了什么事，那是孩子的不孝了。你这孩子总是报喜不报忧，若不是圆圆回来告诉我你遇到危险，你是不是不会告诉我你在外面竟然遇到这么多危险？你能看见了？这次多亏了圆圆及时找到你，你可得多谢谢她。娘子，不是一直和我在一起吗？夫君，我看你昏迷，把你藏在这里才回家报的信。你看我走了那么远的路，衣裙都破了。江恒之的目光缓缓扫过众人，当我和他的视线对上时，他是陌生且毫无感情的眼神。我的心中微微一痛，垂下眼帘。身边的江恒之悄悄握住了我的手，我朝他勉励一笑，感觉有道视线扫过我们握紧的手，又离开。回去吧，辛苦大家了。老师，小心！贱人！现在江恒之已经恢复了视力，这下我看你还怎么冒充我！我从来没有冒充过你，是他认不出你。那是他看不见，现在他好了，再也不会和你有任何关系了。回家了。我看着江恒之从我身边路过，风吹起车帘，露出他的脸。他目光温柔地看向马车里的人，我只觉得夜风很凉，吹得我全身冰冷。青瓷，走吧，跟我回别院吧，那里安全。那处地方已经被成王世子的人知道，后续肯定还会有人。那跟我回江家，我护着你。我拒绝了，因为我只想重新租个地方住。青瓷，你且再忍耐几日，马上成王府就没有空对付你了。他替我租了院子后，又匆匆离开。我们已经抓住了成王府的把柄。他让我再等等，说我很快就安全了。江恒之的眼睛复明后，重新恢复了大理寺少卿之职，皇帝也将调查成王的差事交给了他。我得知后，悄悄出城去了琼华寺，那里有我藏起来的成王府罪证。我在偏殿的拐角处，意外见到了庭院里正在争执的江恒之和江母。娘，我已经听你的话来相看了，你不能对清如出手。只要你在与程家小姐大婚之前都不去见那个魏清如，我自然会让你在程氏生下孩子后接魏清如进府。娘，我和清如可是有婚书的，是爷爷在世时为我们定下的婚事。都怪你爷爷那个老糊涂，魏家只不过是开医馆的，哪里配得上我们家？不管怎样，让他进府做妾都是高攀了。你莫要再说，否则他连妾都做不得。伯母多虑了，既然江家无意，我魏家自然也不会纠缠。这桩婚事就此作罢，那婚书就当是长辈的玩笑吧。哪里来的野丫头，竟然敢偷听我们说话，有没有教养？这秋华寺可不是江家别院，人人来的，我只是偶然路过听到，算不得偷听。青瓷，我不要和你退婚，我心悦之人是你。这段时间多谢江公子照顾了，两姓缔结婚姻从来都是父母之命，父母之命不可违，江公子不必为此烦恼。江大人，听说成王府的案子是由您审理的，我手里的这些东西希望能对您有用。如果大人需要我作证，可以随时传唤我。我觉得你身上的香味我很熟悉，我们以前见过。这大概是我用的是京城胭脂铺的香粉，让大人觉得熟悉。青瓷，你别走。老师，青瓷，你叫青瓷？老师，这是我和你提起过的，我的未婚妻魏青瓷。你的未婚妻？不是，江家不同意这门婚事，我们已经说好了，婚事作废。出了认错人的乌龙之事，我本来就不可能再嫁进江家，现在江家也无意于我，还省得我再费心退婚了。我重新租了一个院子，没有让江恒之知道。江恒之查实，成王父子结党营私，私养府兵，谋害官员等多项重罪。此前也是因他查到成王府为非作歹的线索，遭到他们下毒加害，而我提供的证据成为扳倒成王府的关键。最终皇帝顾念手足情分，将成王一干人等贬为平民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此件事了，我坐船离开，没想到江恒之和魏媛媛竟然也和我在同一条船上。为了避免麻烦，我躲在船舱里，没有让他们看见。可这天来到一处水面狭窄的水域时，竟然冒出了水匪。看着那些水匪与江恒之的侍卫打成一团，我们平民舱里的抱成一团，瑟瑟发抖。我悄悄探出头去看情况，却看到江恒之为了保护魏媛媛，
被魏圆圆反手推进江里。江恒之似乎是不会水，在江水里扑腾了2下就沉了下去。我连忙拆下一道门板，抱着门板跳进了水里。费了9牛2虎之力，我才找到了昏迷的江恒之。可此时船只早已经远去。把江恒之拖上岸后，我找到了一个山洞，把人安置好生好火。江恒之才睁开了眼睛。天黑了吗？我心里一惊，用手在他面前挥了挥，果然他又瞎了。我连忙搭上他的手腕，他身上还中了其他的毒，想到他一心为民，却数次遇险。虽然年纪轻轻就是大理寺少卿，但数次都命悬一线，也是可怜。娘子，是你救了我，你真厉害，没有你，我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。我没说话，只帮他脱下了外衣，挂在左堆旁烘烤。对不起，娘子，我又看不见了，只能麻烦你帮忙了。见我迟迟未接，他自己站起来，让我来吧。不能看，不能看！要命啊！我竟然流鼻血了！我闻到了血腥味。你受伤了吗，娘子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娘子，夜晚寒凉，你也把衣服放火堆旁烤一下吧，可不能着凉了。娘子，我好冷。反正他看不见。幸好江恒之随身携带银两，我们在山里找到人带路后，顺利回到京城。当我准备离开时，却不料江恒之发烧了。我不放心将他丢下，只得给他开方抓药，亲自喂他喝下去。等他热度退下去，已经是3天之后。我不能再耽误下去了，他的余毒已清，等他复明，我该走不掉了。娘子，这几天辛苦了，没想到娘子竟然会医术，还如此高明，我身体感觉好多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眼睛能看得见了吗？娘子，等我眼睛恢复，你是不是又要变回原来的样子了？你不要变了好不好？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。如果你变成另外一个模样的代价是我的眼睛，那我希望我永远是个瞎子。娘子，我们成亲之后一直聚少离多，你就不想我吗？还是因为成亲那天为父的表现让娘子不满意了？娘子，我好想你。青瓷，你，魏青瓷老师，你们完了，都完了。伯平，怎么可直呼你师母的闺名？你的了书呢？不是，老师，青瓷是我的，不要说出来。老师，青瓷可是我的未婚妻啊！你们一个是我最喜欢的人，一个是我最尊敬的人，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伯平，青瓷是我明媒正娶拜过堂入过洞房的夫人，我虽然眼瞎过一段时间，但我绝对不可能弄错。伯平，你退下吧。坏了，我成了挑拨离间他们师徒感情的坏女人了，溜了！只要尴尬追不上我，我就不尴尬。山高水长，高门大户的狗血恩怨，老子不伺候了。我回到柳州，家人便问我成婚的事，我说江家人看不上我的身世，打算另娶。家里人叹息一声，也没觉得如何。怎么回事？我们阳光少年郎呢？怎么变成了腹黑包子了？我嗤笑一声，什么弹幕啊，如此不靠谱。可某天早上醒来，我却感觉到一阵头晕恶心，家人立即目光灼灼地看向我。有孕了，1个多月了。我的毛瞬间炸起来，在家人的安抚下又平复了下去。此时医馆的门被敲响，我来接我的娘子，顺便求医。江河之，他的眼睛还没有好。岳父大人，小婿前来履行婚约。伯平，我说了，这是你的师母。老师，你的年纪大了，眼睛也瞎了，认错人很正常。我说了，这是我的未婚妻。很好，勇气可嘉。他俩硬要在我家住下来，可江恒之才住了1晚就被紧要的事情叫走了。我还有些事要处理，等我回来。江恒之的毒已经清除干净了，他的眼睛早就没事了。娘子，你忘记了，我说过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宁愿眼瞎一辈子。你看，我带着这个就看不见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赶我走？傻子！可恶的老师，总是把我调开。魏圆圆当初上京，听说我又聋又瞎，根本就不想来，是成王府的人找到他，许以重礼，让他进江府毒害江家人，他才同意。其实，就算我眼睛没恢复，我也早就认出来了，魏圆圆不是你。我知道，我的毒是你解的。那你还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？你的婚书上不是我的名字，我怕。青瓷，我真幸运能遇到你。在我显怀以后，江恒之来了一次，他看见我的模样，失魂落魄的走了。等到我生下一个女儿后，他又来了。老师，
我已经摆脱了家里人给我定下的婚约，我想16年后再娶妻子。你给我滚！你想都不要想！这师徒俩也不知道还要斗到什么时候。